4台设备的总速度跑到了8000兆以上，这就是中兴 B172 Max 万兆口的意义。这台路由器是我自费购买，首发实付657元，比2年前上市的 B172 Pro 加贵一些。硬件参数上，处理器、内存、闪存都没有升级，主要提升了网络接口，并更换了 WiFi 的功放芯片。光看配置好像不太行，实际表现怎么样呢？我们从包装开始，中兴 B172 Max 问天，背面的功能亮点，万兆 SFP 加口、USB 3.0 以及高端路由器都在卷的灯效。整个包装拿起来很重，总重量1905克。打开盒子，一份炫彩效果的说明书，背面有接线和设置说明。下面是路由器的本体，配的电源是12伏2.5安的和一条6类网线。机器的本体也很重，1246克。它的外观造型和772 Pro 加差不多，顶部增加了几个灯带，正面两侧有散热开口，侧面坡度收窄，后面的接口分别是电源口、USB 3.0、重置按钮、Mesh 按钮、4个 2.5G 网口以及这个时机口。它并不叫光口 ，SFP 的直译是小型可拔插。它不仅可以通过模块接网线，也可以接光纤，还可以直接使用 AOC、DAC 线缆，进一步降低成本。这个接口在最初的系统下兼容性很差，我找客服推送了2B 开头的固件后，我手上的设备全部兼容了。最新的 2B2 固件可以直接设置固定速率，进一步提高兼容性和稳定性。接下来做个最基本的宽带测速，我的1000兆宽带实测速度1254兆，测速时的功耗16.5瓦。下面局域网测速，既然是万兆路由器，我们就直接测万兆。第一台手机，第二台手机，第三台手机，这两个是有线，通过网线连接中兴 B172 Max 的网口，然后这个手机是无线，这台电脑也是有线，总共占用了它的3个网口。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8G 左右。这4个设备通过路由器的万兆 SFP 加口连接我的测速服务器，测速服务器在前面。我们看一下测速服务器的网卡总流量是多少。网卡有的时候能跑到 9.8G， 有的时候能跑到8、9个 G， 它是一直在一个波动的阶段。可能这个有手机过热，或者是它这个流量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。就是不能持续跑满10个 G， 但是稳定的跑到8、9个 G 还是没问题的。其实现阶段这个水平已经非常好了，还有不少带万兆口的路由器实测和 2.5G 路由器差不多。比如这款 CW6500 Pro， 它同样带万兆 SFP 加口和4个 2.5G 网口。2.5G 网口接电脑，测速看起来正常吧，能跑到2400多。当我再接一条网线，2个设备一起跑，总速度还是2400多，说明它的 2.5G 网口有速度瓶颈。如果我把手机的网线断开，切换成 WiFi 连接，会直接把它的有线网速都拖慢，总速度连2000兆都没有。很明显，它的 WiFi 没有硬件加速，把 CPU 吃满了。在23年、24年的时候，中兴路由器的 WiFi 也有类似的问题。比如我给局域网的设备限速 B172 Pro 加的 WiFi 速度只能跑到800多兆了。B5100 Pro 加开启 QoS 后，连接 WiFi 的手机只跑了600多兆。当时他们说我造谣，视频都被下架了。不过现在这个问题确实解决了，在后台给 WiFi 设备限速，并不会影响其他设备的速度，而且被限速的设备也会降低到指定数值。我在反向操作。给右边的手机限速，右边的手机是连接网线的，左边的这台连接 WiFi 的手机也不受影响。跑了几轮测速，因为我的环境只有10度左右，路由器并不热，顶部中间区域的温度在25度左右。它的内部有一片大散热片，均热效果不错，最高温度31度。这个散热器的背面同时还起到屏蔽罩的作用。这机器的用料方面非常好。单散热片就265克了，不过自研芯片可能有点难，处理器还是2年前的 ZX279133双核 A53， 旁边配的是1G 内存，
交换机芯片 RTL8372N 只负责4个 2.5G 网口。拆机之前，我以为万兆 SFP 加口也是由它引出的，其实这个万兆的口是 CPU 直出的，顺着这个线直接进入 CPU， 这样连接能让万兆口发挥最佳性能。主板的下方2颗高通 QCN6224 芯片分别负责 5G 和 2.4G WiFi。WiFi 功放芯片从 B172 Pro 加上的进口品牌换成了国产康熙通信的。那么它的信号表现怎么样呢？我的测试环境如图所示，套内面积80平，路由器放在图上的 A 点旁，路由器的实际摆放位置如图。我们直接看数据汇总，中芯 B172 Max 待机功耗 12.8 瓦，720 Pro 是 9.9 瓦 ，A、B、C 3点，也就是近距离3个点，720 Pro 加好一些。远距离720 Max 更好，特别是1点的下行速度550兆，是我目前测过的最高值。在家用场景 ，SFP 加口的最大用途可能是接猫棒。目前路由器更新到最新固件后，设置起来非常简单，从光猫获取数据填入到猫棒就可以了。光猫获取数据的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万兆猫棒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进入路由器后台填写数据。万一口设置静态 IP， 比如 192.168.1.2， 子网延码3255。下面网关和 DNS 可以设置 192.168.1.1， 接口选择 SFP 加口。在最新的固件中，页面下滑到最下方，设置一下模块的速度，比如说我的模块是 2.5G， 然后可以点击路由器的系统、关于系统，查看到状态、已连接以及速度信息。接着就可以在浏览器输入猫棒的 IP 地址进入后台了。进入后的首页，注意这里的状态显示1，代表无光信号。接上光纤刷新一下，变成2。下方的光功率显示的也是正常的。此时我们点击机胖互操作兼容配置，将光猫获取的数据填入。我的是联通宽带，只需要这3个数据。然后保存应用，再重启一下猫棒，等3分钟左右刷新页面。进入后再看一下注册状态，变成5，代表已经注册了。然后回到路由器后台，将万一口的上网方式改为拨号上网，填写宽带账号和密码，提交即可。如果一切正常，过一会儿会显示已连接，路由器主页这个小地球的图标也会显示正常。然后我们再用全球网测 APP 测个速，1000兆宽带实测1250兆。到这里，猫棒就设置成功了。总结：中芯 B172 Max 处理器 ZX279133，内存1G， 闪存256兆，带万兆 SFP 加口和4个 2.5G 网口。相对于2年前的 B172 Pro 加，处理器没有提升，但是外围接口和系统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实测连接3台手机和1台电脑，总速度能跑到8到9个 G。达到了万兆路由器的水平，它的 WiFi 信号也有提升，特别是穿墙后的速度达到了顶尖水平。USB 3.0 接口的速度受限于处理器性能，3把局域网共享，速度只能跑到50兆左右。结合价格来看，目前600多的价位没有对手。如果你恰好需要一个中高端的路由器，这一款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